好，接下来军事战，我们来看到这个中美之间的竞争哦。美国的精虫是不是靠不住呢？尤其是17现在死而复生，还救不了美军，惨遭大陆空警700全面碾压吗？我们要来赶快关心的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家还记得吗？今年我们6月份才在讨论的，他当时质疑的是17的预警机不行，他说啊，这个天机能力才能代表未来最重要的战力。结果呢，本来要把17的计划给淘汰的，现在决定不淘汰就算了，还要把这个计划重启，并且要联合英国一起联手打造。宣称这是北约空战的一个新脊梁。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让美国态度突然间大转弯呢？我们来看到，因为美国的天基系统后来验证下来不成熟，反卫星武器一旦打下来之后，发现了整个 ISR 的网络会瞬间的瘫痪掉。第二点事情就是到现在为止，海军E2范围仍然是相当有限的，完全不能取代E3的战区管理角色。专家就在看了，是不是美国的精穷天网到现在仍然是靠不住，所以在这个时候赶快把17计划又拿回来。大使怎么解读？当然啦，你要把这个17你要取代的话，那你要有新一代的这个正一代的这个预警机出来啊。那这个不是1-2天啊，3-5天就出来的。而且说实话，这个E7现在已经是它的主力的预警机系统。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在用。事实上，澳洲有4台，英国有3台，这个韩国有4台，土耳其有4台。美国自己有大概有26台以上啊，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现在做空中预警的主力。那当然就是说 ，Hexas 它我想它对武器系统啊，我不晓得它为什么当时会突然来攻击这个 E7啊。那你要知道，美国的这个武器军火工业界这个竞争非常非常激烈啊。这里面除了这个它的性能以外啊，可能有这些军火工业在里面啊，想要另起炉灶或者如何。那当然这个很复杂。不过现在这个 E7突然又复活，它其实是这样，它不会说就会停留在它目前的性能上。它事实上它现在的决定就是说，2026年起，整个 E7啊的这个整个的进行的改装跟升级要移到英国的伯明翰。那么进行这个英国的厂来帮它进行这个整个升级改装。因为这种飞机虽然是它已经差不多2012年才正式入列的那就是正式服役、全面服役。那它不会停留在当时的那个性能上，它性能上不断是在提升的是。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说，我觉得军火工业回过头来，除了那个理想以外现实就变成这些军火工业公司，它在美国的这个怎么讲？政治体系的游说能力有多强？是。那这个武器会留下来，还是会被淘汰？不是完全是技术原因。我认为这些军火工业在后面的游说，跟这些政治力量的动用可能才是这一个武器最后命运的那么是留还是废，还是把它移到跟英国人合作？那这个才是我觉得才是主要的力量嘛。是好，背后涉及的利益非常的多。那不过17怎么说都还是会持续的，现在看起来是会做升级的。刚刚姐提到了吗？我们节目会把它就是拿这个美国的17跟大陆的空警700。等一下，请干哥来做一个比较。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些比较基本的他们在战力上面的比较。首先来看到平台基础上面是波音对上空警700，它是运9的运输机。那不同的雷达系统，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特别要关注到就是空警700，它具备的是反隐形的能力这个是它的最大的优势。再来看到的包括的部署状态，现在看起来17预计2027年才会开始做交付。那么空警700可能已经服役在北部的战区了，战略地位E3替代品，补强不足，但是空警700可以跟空警3000组双子星，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比较细节的解说。干哥怎么看？双方一比之下，谁能领先？这样子了其实我们必须要直说就是17纪伟英，他是美国因为E3预警机已经服役了超过50年了比很多现在还在看电视的朋友们还要老，所以它是以波音707为这个架构改装的。那服役非常久了，可是大家要知道，E3预警机其实在整个冷战过程之中是被认可有效而且高效能的一个空中预警机
其实老实讲一句，包括乌克兰要打仗的时候，都需要像 P8、像E3、像这样的飞机提供资讯，它才打得到俄罗斯的船。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这个是属于空中管制的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赫格塞斯他说，这个我觉得17是不够好的啦，我们还是要有什么？我们还是要有天基系统。所谓天基系统就是卫星啦，他认为说，卫星还是主宰一切嘛，飞机哪里能看得那么远呢？对不对？赫格塞斯，你就是没有从基层开始做起，所以你根本不了解。你去问问E3的飞行员就知道了。你知道卫星一碰到云层怎么办？我现在讲的是还是普通的云层哦，还遇到更厚的云层的时候，卫星啥都看不到，卫星会受到天候的影响。最保险的仍然是有人驾驶的空中预警机，就像17这种，像空警700这种啊。但是空警700，我还是要说句实话，它还是旧的在台，它还是运9的在台。运9是一架非常老的飞机，所以今天空警700它已经针对第5代跟第6代战机跟导弹有更多的光电跟红外感测器这些东西的整合，但是它在台还是旧的。除非你用运20，可是运20它现在工作更繁忙，它现在已经跃升为空警3000了。所以空警700。它属于低阶跟空警3000要搭配的状况之下，不能再用这个载台。那你说美军的17是什么载台？17是波音737的载台，这是很运用的，已经非常习惯、很老练。可是人家的波音737都是新造的，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必须要说句实话，就是说，不管空警700它怎么样的进步，它的载台是老的。那美国的17，它的载台跟它的技术都是新的。其实我告诉各位，自从巴基斯坦打那一次胜仗之后，大家就对中国的空中预警系统很感兴趣，也很有信心。但是，除非遇到下一次的战斗，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再做比较。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点可惜的。这是中美在这个载台上面新旧的一个不一样。那少志哥又怎么看？因为我们这边也刚刚提到了嘛，空警700它的优势，全球世界首款的反隐形反导弹功能，你又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过去是侦察机哈，现在都叫预警机。它的定位，我要讲在观察中国大陆当中，要看任何的东西，包括它在这样讲体系化作战里面的位置。所以这里头来看，无论是现在已经在服役的空警500、600来去，现在700也已经在今年都看到了，它的位置非常重要，或者说中国大陆决定上很重要。所以在整个我们来看，因为它可以配合陆海空都可以进行，而且对它很重要，然后上连接包括航太的，刚刚讲这些北斗卫星等等。所以要知道，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在看整个体系，就像人的4肢5官一样。虽然预警机不见得真的是大脑，但它至少一定是小脑加脊椎，所以在协调所有手脚各方面陆海空，而且中国大陆现在是除了陆海空火箭军，还有现在它发展出网络航太的4个兵种，刚刚前面讲4个军种，这个部分要非常大的协调，尤其一旦真正的打战，其实前面在进行演习也都需要。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发展预警器的过程里头，虽然这是美国先做的，可是他把定位在体系化作战定得更清楚，而且在整个研发过程里头，首先预警机在这个雷达真的它需要非常大的能源电力的管理。中国大陆这几年的能源电力非常厉害，你真的不知道预警机上面有多么厉害的锂电池，甚至有没有未来有发电的系统，长期的支援在空中哦。第二个，它在过程里头，因为量子传输，在传输到包括卫星跟其他的各个兵种当中里头，已经很确定中国大陆已经发展出量子传输了，所以已经军方在用了。这我们现在不知道系统是如何，已经确定了哈。第三个当然就是整个过去预警机来讲，都知道传统的观测雷达 SLAR 以及包括所谓的这种电子阵列的这所谓的这个监测器之外 ，ASA 系统，中国大陆还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光电跟红外线的侦测，但是是什么？外界其实并不知道的，所以这些其实都带动。那我最新听到的最新评论说，有可能预警机不只是要别的飞机来保护，预警机身上可能会装雷射系统。避免无人机的部分的攻击哈，所以这种可能性就使得预警机作为一个被动者，现在变得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现在在整个中国大陆的当中，持续看预警机的发展，过去是美国的，是 copy 的没有错，但是它已经发展出自己的体系了。
好，那大陆走自己的路，我们刚刚也提到的是说，空警700还会跟另外一个来结合。这个画面上我们看到，就是刚刚提到的空警3000，组成这个叫做新一代的双子星，战力如何可以彻底让美军无所遁形吗？夏伟哥怎么看？其实空警3000跟空警700基本上是2种不同级别的这种预警机啊，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它因为本身上面飞机的这个机载雷达所能够侦测的那个距离，然后呢距离大小，然后以及它飞机的这个雷达大小，以及它飞机所能够供应电力的这个大小，让它这个飞机本身其实它能够具备的这个预警能力是不一样的。那空警700，我看了一下它飞机上面所装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配备来说的话，它比较像是针对海军在那个固定翼的这个需求，然后做的一些跟空警500之后的这个强化改装。因为其实那个解放军的空军跟海军，他们都有各自的这个定翼机的部队，也都有各自的岸基的这个战机部队。所以也就是说，今天空警700基本上是为了海军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就是岸置这种就是岸基的固定翼的那个机队所开发出的预警机，所以它当然会有很多更多的这样的功能加在上面。譬如说，我们看到它的机身两侧装了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等等，然后搭配它其实那个原本空警500上面就有具备的这个圆盘的那个固定式的这个主动相位阵列雷达，它可能是要针对包含可能类似像其他方面的这个东西呢，要做更精细的这样的侦查之所需。那空警3000它是中国大陆解放军空军的一款主力的这个预警机，它的那个任务跟角色呢是要取代过去的空警2000，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它的研发的这个预警机基本上一直是有2个路线，一个是大型的主要的这个战场那个载质性的，就是那个大规模战区控制性的这个预警机，空警2000到空警3000，然后它战区内这种包含这种战役作战等级的这个预警机，包含空警200、空警500、空警700。那空警500是空军的，空警700是海军的，双方那个彼此用途不同。但是当然我们刚刚讲到，你借由空警3000或者空警2000这个形成一个大范围的这样空中预警之后呢，还是要有那个类似像那种空警500，甚至于像比如说我们看到解放军海军有空警600跟700，因为600是海军舰载的，然后要随舰队远洋出征的，空警700是维护它这个岸基解放军海军的这个岸基航空兵，然后作为这个海上作战那个空中作战管制之用。两者其实可以说是互有这个互补，也就是说空警3000做大范围的这个区域这个预警之外呢，那空警700由海军负责，然后呢，另外搭配其实空警500，也就是500跟700基本上是同一级的产品，然后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战区之中，或者说他们在这个南海作战的时候跟他们现有的这个舰载机做或者跟他们现有的这个陆机这些战机，空军那个战机跟海军的陆基战机，然后呢相互结合，然后去延伸它作业打击的这样一个范围以及管制能力。也就是说，它本身其实严格来讲，把这个空警3000跟空警700把它做成一个双子星这样的。